的救我们啊！孩子，你一定要活下去！今天品牌大促，欢迎大家进店选购。你好，欢迎光临。女儿，妈，我被九州集团录用了，明天就可以上班了。就是海城最大那个公司九州集团。对，就是那个公司。太好了，我就知道我闺女最棒。只是以后我要搬到公司公寓住了，不能每天吃妈做的菜了。你好好工作，想吃什么跟妈说，妈给你送去。谢谢妈。这是在哪儿啊？阿姨，这是河滩，是我发现了你。你是谁呀？我叫思思。怎么就你一个人呀？我爸爸妈妈都死了，只剩思思一个人。阿姨，你叫什么名字？阿姨想不起来啊。那你以后当我妈妈好吗？我妈妈叫张恒源。思思如今这么优秀，我也对得起她死去的父母了。经理，你有什么事吗？红云，累不累啊？要不我帮你揉揉？谢谢经理关心，我先去工作了。哎，现在人多，一会儿下班了你找我，咱们一起探讨下业务啊。经理，对不起，我老公还在家等我吃饭呢。你要和我探讨业务，法律不允许。什么？你有老公？你不是单身？红梅，我来看你了。小明已经娶妻生子了，这两朵花是孙女给你折的。你每次来见嫂子，为什么总穿一身修理工的衣服？当年进城打工嘛，没钱，买不起像样的衣服，是红梅卖了裴家的银镯子，才买了这身工服。小明怎么还没来？估计是有事耽误了。你到哪儿了？爸，我和谢良在国外度假，走不开。我妈的忌日，我就不回去了。你个不孝子！你妈是为了救你才死的，你现在只顾着自己玩乐，连她的忌日都不回来祭拜她。如果不是你抛下我们去城里打工，我妈就不会为了救我死在洪水里。你没资格指责我。等等，这么些年了，你们父子二人一说话就吵架，有话好好说嘛！啊，都怪我对不起他，在他最危难的时候，没有陪在他身边。哎呀，嫂子人性善良，相信一定不会。嫂子已经走了25年了，小明也已经成家了，你呀，是该给自己找个老伴喽。接近我的女人都是为了我的钱，想要找一个像红梅那样温柔善良的女人，太难了。哦，对了，今天是九州名下的商场开业，我得去看看。你就穿这身去？这事儿怎么了？商场的经营宗旨就是平等的对待每一位顾客，这事儿正合适。
海水是咸的，奶奶就找最甜的。爷爷是条单身狗，品质优良不算丑。再次悬赏100万，恳求奶奶带爷爷走。你们两个小兔崽子，挣活都挣到你爷爷头上了。老傅，你都快50了，还是单身狗。等你找到奶奶，土都快满半截了。爷爷，再不给我找个奶奶，我和哥哥在幼儿园里都抬不起头。你好，看我不打死你！快跑啊！站住！快跑啊！人们自杀小孩了，快来人啊！快跑啊！人们自杀小孩了，快来人啊！一气之下竟然拐卖儿童，真是无法无天了！救命！站住！爷爷，你爷爷，你怎么了？爷爷，对不起啊，刚才是我没搞清楚状况，打伤了你。明明是初次见，为什么觉得这个女人似曾相识？都是安安的错，让奶奶误会了。爷爷要打就打安安吧。奶奶嫉恶如仇，看成当代侠女，爷爷要罚就罚欣欣。我和妹妹誓死守护奶奶。没关系，你也是仗义出手，我不会怪你的。谢谢你，我帮你包上伤口吧。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你这样热心肠，就不会有那么多孩子被拐。踏破铁鞋无觅处，奶奶得来全不费功夫。郎才女貌，真是欣欣的梦中情奶。奶奶，你做我爷爷的老婆好不好？我爷爷身高180，有才有颜，丧偶多年，儿子常在国外打工，家里只有我和妹妹2个人。只要你对爷爷不离不弃，我和哥哥必定生死相依。安欣欣，光棍累，光棍苦，光棍爷爷已过45，衣服破了没老婆补。我看我不打你！你要打哥哥，就先去国外打我爸，毕竟子不教，父之过。这孩子怎么和我记忆里的儿子这么像啊？你怎么了？多年前，我儿子走丢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到安，我就想到了他。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爷爷，奶奶好可怜，以后我们一起照顾她好吗？爷爷把奶奶娶回家，欣欣喂奶奶吃棒棒糖。你怎么了？啊，我看到了月饼，就想到了我妻子。你一定很爱你的妻子。她已经走了20年。你也是个苦命的人啊！要是不嫌弃，这个月饼送给你。大胡同，你敢死！大胡元，香！李经理，干什么？赵红云，我已经调查过了，你丧夫多年，身边只有一个女儿，哪来的老公？是条骗子！放开我！红云。你越挣扎，我就越心疼。今天晚上，我一定让你终生难忘。李经理，你跟我快结婚了，为什么还没有改单纠缠？那啥呀，我是你的上司，你就得从了我，要不然何贵人去销售小泥鳅。李全德，你卑鄙！哥哥，这个人欺负奶奶，他是坏人。老傅，别人欺负你老婆，你却坐视不理，活该单身。我可没答应你。你若不娶奶奶，我就不认识这个爷爷；若不救奶奶，我就绝食。就看着你的乖孙女被饿死吧。赵红云，
怕了吧？我要是把你辞了，我看你拿什么养？崔经理，你早快结婚了，为什么还不能百般纠缠？至于怎么样，我是你的上司，要不然家里有老婆还当过三大小伙计都没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估计这女的也不是好东西。是啊，不是产报不予评价，说不是好说。你来我一道！崔经理，是你逼我的。你要是敢辞退我，我就把陆英送到九州集团，董事长给我做主。九州集团，这不就是爷爷的公司？前几年那个秘书坏阿姨差点害死我们不能暴露爷爷的身份。直接给我！哎，我的腰，小兔崽子！老傅，舅奶奶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别给我丢人！爷爷加油！打死你！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打我！是她丈夫。是她丈夫啊！赵宏元，为了骗我，竟然找这么一个人过来演这个戏啊！我没骗你。还没骗我，你就没有再婚，哪儿来的老公？家属结婚是私事，没必要向上司汇报吧？你哪儿来的乡巴佬，敢管我的闲事？他就是我老公，说话放尊重点。他是你老公，放了一个堂堂的职场精英你不要，去跟一个修理工，你真是自甘堕落呀！我喜欢的是人，不是身份。修理工凭技术吃饭，我们见不得人的。我为人本分，不骚扰女下属，这可比不了李经理厚颜无耻啊！我打死你！老傅，太棒了，你真是我的男神！爷爷，我永远爱你，么么哒！今天商场正式营业，什么人在这闹事儿？张总，就是他！我要看看谁这么大胆！董事长，董事长，肯定是想隐藏身份，为父司法。张总，就是他打我，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快道歉！兄弟们，赶快给我闭嘴道歉！你利用职务之便骚扰女下属，该道歉的应该是你。乡巴佬，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过泪，我打死你！知道，该道歉的是你，还没张总，祝先生道歉。张总，啥香先动到手啊？我凭什么道歉？道歉就不必了。商场以顾客为主，这种垃圾不配做商场的经理。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位先生说的对，明天你就去后勤部报道。扫厕所，张总，我可是你的心腹，你怎么向着这个外人呢？我想死，发生我。少在这攀关系，开回公馆。张总，我可是自己人呐。你还满意吧？太感谢你了，你是工程部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啊？我今天第一天上班，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这位先生正直正义，应当是我们商场员工的表率。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张总慢走。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张总为什么要讨好你？告诉你个秘密，我在总部做过保洁，认识董事长。张总怕我告状，所以故意讨好我。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以后就是同事了。我在服装店上班，以后有什么事啊，尽管来找我。好。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傅东坡。你衣服破了，没事，一会儿找人弄一下就行了。我来吧。
你怎么会记这个节？怎么了？一个节而已，这肯定是巧合。啊，对不起啊，刚才一时恍惚，冒犯你了。没关系，若不是有你，李经理也不会受到惩罚。无以为报，要以身相许。奶奶，你嫁给爷爷好不好？奶奶嫁给爷爷，星星天天请你吃棒棒糖。哎呦，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等等，你愿意嫁给我吗？都怪我和妹妹是臭油瓶，多累了爷爷，奶奶才不愿意嫁给爷爷。爷爷不故意，真的太可怜了。爷爷啊，是我们对不起你啊！哎，好了，别哭了。我嫁。耶，太好了，我们有奶奶了！我终于有奶奶了！老傅，你居然闪婚，真是疯了！等见面再跟你说。啊，爸，小明，爸爸妈妈，安欣欣，爸爸妈妈有话要和爷爷说，你们先回房间啊。爸，您说您都快50了啊，还玩闪婚，是不是老糊涂了？要不是看到安安的朋友圈，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呢。爸，你说你就想再婚，也得征得我同意吧？婚恋自由，法律都允许我再婚，我为什么要征求你的同意？嗨，我是您儿子，我有知情权。你结婚的时候征求过我吗？我管不了你娶谁，你凭什么管我娶谁？哥哥，你要干什么？爸爸和妈妈每次过来都会惹爷爷生气，这次我要盯着点，替爷爷出头。爸，我看啊，你就是执迷不悟。你以为人家真喜欢你，人家看的是你的钱。红云他不是那种人。爸，你是不是忘了啊？你之前那秘书上位失败，人家报复你，差点要死你啊！爸，明媛也是担心你，即使你想再婚，也该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呢。就是，哎，你看人家欣然的二姨，那是留学法国的服装设计师，追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同意，哈，你转头找了一个村姑。红云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一口一个村姑，没有半点尊重。明媒正娶，他是你明媒正娶，那我妈放在哪儿？我告诉你，谁也别想取代我妈的位置。不准你们欺负爷爷！爸，我没想惹您生气，是您先让我寒心的。你妈忌日，你在国外度假不肯，知道我再婚，你却连夜赶回来，你根本没把你妈放在心里，你眼中看重的只有钱。你们俩，一个没有主见，一个贪得无厌，真是绝配！你个小兔崽子，我是你爹，你敢吼我？爷爷还是你爹呢，你不照样惹他生气？我这是有样学样。你们一点都不关心爷爷，养你这个儿子，还不如养个蹦水，累的时候还能捶捶背。这个小兔崽子，我打死你！够了！够了！我有一个办法，能证明奶奶是好人。什么办法？装球，装球听起来很好玩，是不是和过家家一样？差不多吧。我对红云还不了解，隐藏身份也未尝不可。红云一直以为我是个修理工，那我就用这种身份跟他接触。如果奶奶不是坏人，爸爸你以后不能干涉奶奶和爷爷的生活，以后也要尊重奶奶。欣欣愿为奶奶作保，如果奶奶是坏人，欣欣10年不吃棒棒糖。爸，要是那个女人别有用心，一定要及时止损，跟她离婚。我答应你。谁反悔谁是小狗。
什么？你闪婚了？你小声点儿，回头我介绍老夫给你认识。以你的长相和气质，什么样的老伴不能找？非得找一个带了2个孙子的维修工？老夫为人仗义，今天李经理欺负我，他还帮我解围呢。人好能当饭吃吗？他都快50了，还是个维修工，说明他没有挣大钱的能力。我不也是个商场导购吗？我们俩啊，门当户对，实力相当。可他还有2个孙子要养，他的孙子孙女啊，特别可爱，我正好享受天伦之乐。你呀，不可救药啊！玉锁，我知道你为我好，我和老夫啊是搭伙过日子，互相依靠。他分明是拿你当保姆，让你帮他养孙子。你呀，可小心点儿，别被骗了。老夫不是那种人。喂，奶奶，啊，出什么事了？奶奶，我和爷爷被房东赶出来，现在没地方可去，要流落街头了。你先别着急，我给你发个位置，你先去我家住啊。看吧，被我说准了吧？这刚结婚就登堂入室，想鸠占鹊巢。夫妻间要相互依靠，老夫也不容易，我能帮一把是一把。那我先去了。快进来。这就是我家。红云啊，给你添麻烦了。我们是夫妻，我家就是你家。虽然面积小了点，但好歹有2居室，我们都住得下。确实不大，还没我家别墅的厕所大。你家别墅啊？啊，我啊，给有钱人当过管家，他们跟我一起在雇主家的别墅住。后来雇主出国了，就把别墅卖了，我们也就搬出来了。是这样。我和妹妹还帮爷爷修剪花草呢。真是难为你们了，从小寄人篱下，还要帮爷爷干活。不委屈，每次修剪完，爷爷都给我们100万的零花钱。100万零花钱啊，是游戏币。哦，以后在奶奶这儿，你们不用干活了，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只要是奶奶做的，俺都喜欢，星星也喜欢。好好好，奶奶这就去给你们做好吃的，你们随意啊。红云，你辛苦了，以后这些家务事交给我就行，你歇着。以后家务啊，我们一起做。你也会做红烧肉啊？这是我的拿手菜，我女儿喜欢吃，我就经常做。当年红梅也喜欢做这道菜。红云，你家乡是在哪里？我是记不起家乡在哪，只记得被思思救起的地方，在海州。是我想多了，海州离老家相隔100里，只是巧合罢了。爷爷奶奶好恩爱啊，我又相信爱情了。哇，红烧肉，还有我喜欢吃的小鱼，好香啊！这俩孩子跟着老婆受了不少苦，吃个家常菜都能高兴成这样。谢谢奶奶，来多吃点。谢谢。家里的厨师都是米其林级别的，他们从未吃过家常菜，没想到如此高兴。你也尝尝我做的红烧肉。好。这火锅居然和红梅做的一模一样。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红云啊。这红烧肉的味道和往期做的很像，我刚才一时恍惚了。红烧肉做法差不多，味道肯定也相似。红云，你不会介意我提到往期吗？你对王期念念不忘，说明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我怎么会介意呢？如果有时间，你带我去祭拜一下他吧。谢谢你。妹妹快看，爷爷奶奶牵手了，爷爷奶奶好甜哦。红云，你夫妇生活过得怎么样？那老夫有没有找你借钱呀？你说什么呢？老夫不是那种人，经常帮我做家务呢。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现在社会复杂，好男人越来越少了，你的钱呀可要看好了，别被他骗了。玉锁，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老夫啊真的是个好人。欢迎光临。呀，这不是我们模特队队长吗？
怎么沦落到在这卖衣服了？站住！你好，女士，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您。我要他服务。你好，女士，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我要让他给我服务。女士，我是店里的金牌导购，你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说。我老公可是九州集团的副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商场都是我们的，怎么我女朋友让他服务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问题。请问您需要什么服务？听说你们店的服务一流，这样子啊，这几双鞋你跪下来帮我试。你欺人太甚了！要是让我不满意，我就让我男朋友开除你们。好，我试。老傅，你堂堂九州集团董事长，居然在这儿装穷，演什么修理工？你真是自找苦吃啊！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红云不是贪慕虚荣，她就是我要想找的妻子。哎呀，今天呀，咱们模特队的赵队长亲自为我试鞋，换一个。哎呀，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以后再说吧。干嘛呀？今天凤霞来帮补我的生意，不过她有选择障碍症，大家帮她看看哪双好。你看，大家说这几双都好看，要不我都给你包起来。你男朋友是九州集团的副总，不会不舍得给你买吧？当然不会，这些给我包起来吧。啊？您稍等。您好，一共是11万，请问怎么？什么？你花11万买鞋？你当我是牛大头吗？老公，你听我解释，老公。滚去！吴女士，看来你男朋友对你不怎么好呀。老公，都说你赵红云，他为业绩故意推销的，我也是被蒙骗的，老公。你们这些社会人渣啊，居然为了业绩啊，强买强卖是吧？啊！朱总，您可以查监控，看看谁说的是真话。赵红云，你敢挑拨我老公之间关系，我打死董事长，是董事长。是董事长，老婆，他刚喊你董事长啊？哦，董事长，哦，董事长他在这儿呢。董事长你好。老傅，董事叫我就行，帮我演个戏，在我老婆面前你就是董事长。3根进口高尔夫球杆啊！都依你。你好，你好，谢谢您送我们家店做新婚礼物啊。什么家店？你好，快递。我没买这些东西，你是不是送错了？你是赵红云吗？不是啊。没错，这些都是九州集团送给你的。九州集团怎么会给我送家电？九州集团的员工结婚了，公司都会送一些家电做新婚礼物的。还有这种好事啊！我们董事长真是个好人。你喜欢就好，你喜欢就好，没事啊，小事小事。这什么情况？明明你们……朱总，董事会快开始了，咱们先去。明天送到你家里。赵红云，你给我等着！老婆，你跟董事长关系好像挺好啊。董事长为人亲切，今天他正好来商场视察，刚巧碰到了，就带他逛逛。原来是这样。红云，这位是……忘了给你们介绍了，一所，这是我老公老傅，老傅，这是我最好的朋友一所。你好，我叫傅东坡，常听红云提起你，有空陪他吃饭。到时候你做饭啊？没问题。眼光还不错。到下班时间了，老傅，我们去幼儿园接安安和欣欣放学吧。好。哎，这个你也拿着。谢谢。爷爷奶奶，哎，奶奶，
这是我在幼儿园里做的小饼干，送给你吃。谢谢安安。这是我得到的小红花，也送给奶奶。也谢谢星星。哎，我说你们两个小家伙，只知道讨好奶奶，把我这个爷爷给忘了。老傅，你失宠了。奶奶，以后我们是你的亲孙子。真乖，奶奶今天给你们做可乐鸡吃好不好？太好了，有好吃的啦。走。赵红云，董事长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二姨，咱们走着瞧。尝尝奶奶做的可乐鸡翅。谢谢奶奶。安安，你也来。谢谢奶奶。好吃。你血糖高，不能吃这个。是青菜肉丝。好吧，都听你的。哎，我弄来了，快请进。您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儿？吃饭就不用了，这个房子我卖了，给你3天时间搬家。3天也太短了吧？能不能再宽限几天？新房子我着急搬家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吧。3天之后我来收房。别担心，吃完饭我陪你去找房。我们也去。好，我们一起去找新家。现在租房是旺季，房子又贵又抢手，想找个合适的太难了。租房也分淡旺季吗？春季和夏季是旺季，旺季比淡季贵30%，你不知道啊？因为爷爷不用租房。不租房，你们住哪儿？我们一直住在大别墅里。哦，我带着他们当管家，住在有钱人家的下人房里。啊，我想起来了，那顾总出国后你们住哪儿？住……奶奶，爷爷为了省钱，带着我们四海为家。我们住过桥洞、火车站，还有商场。真是委屈你们了。放心，奶奶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居无定所了。红云是真心待我，我还要继续隐瞒身份吗？走，我们继续找房子。今天一定要把新房找到。红云，我有套房。什么？老傅，这就是你说的你朋友的老破小？是啊，他常年在国外，这房子啊，好久没人住了。这房子看着就有300多平，这么多房间，又是市中心重点学区，这哪是老破小啊？这可是1等1的好房子啊！哥哥，这不是咱家老宅吗？为什么要说是别人的房子？因为爷爷和爸爸约定好，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爷爷又心疼奶奶四处找房，所以说这是别人的房子，让奶奶住进来。可老师说，好孩子不能撒谎。嘘，爷爷又不是小孩子，可以撒善意的谎言。明白了，爷爷但凡有个幼儿园文凭，也不能撒谎。老傅啊，这房子肯定很贵吧？要不我们还是再看看别的吧。不贵，这房子啊，1个月2000。这么大的房子才2000一个月，怎么可能？我朋友啊说他5行缺人，需要找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帮他看房子，所以就便宜租给我了。那你之前为何不租啊？我朋友说，
必须要4人以上的家庭才可以。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正好符合条件吗？这样啊，没想到我也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这房子呀，有好几个房间呢，安安心心一间，咱们俩一间，还有一间留给你女儿，她放假的时候可以过来住。老夫，谢谢你。一家人客气什么？你女儿就是我女儿。红云啊，你连安灯泡、做书架的活都会，真是无所不能啊！单亲妈妈带着女儿长大，你有人可以依靠，自然什么都会的。以后这件事情交给我，你不用太辛苦。好。I'll be the one to catch you when you're falling from the sky. I'll be the one to hold you, baby. Together we can fly. Baby, let's fly. Baby, you and I. Baby, hold on, we can make it in time. Baby, let's fly. Baby, you and I. Baby, hold on, we can make it. 妈，子子，快进来。妈，这就是你2000块钱租的房子？这是你付叔朋友的房子，所以便宜租给我们了。哦，这样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老傅啊，这是我女儿思思，思思，这是你父叔。父叔好，我是思思。思思你好，常听你妈提起你，来，快坐着聊，我去做饭啊。哎，谢谢父叔。哥哥，看，这是我给你们买的玩具，看看喜不喜欢呀？哇，这是我最喜欢的奥特曼，还有我喜欢的小羊驼。那你们先玩，我去帮你们。哎。思思，多吃点啊。谢谢父叔。你们也多吃点儿。来，孩子们都看着呢，我自己来。只要有我在啊，你只要吃就行了。星星也想有人剥虾。妹妹，剥虾是表达爱意的方式，你的虾哥哥给你剥。安安真聪明，什么都懂。那当然，我可是幼儿园文凭的人。思思，趁着休假，你在家多住几天。好。父叔看着有些眼熟，好像在公司见过。父叔，你去过九州集团？父叔，你去过九州集团？我在公司见过你。思思是九州员工，他不会是发现我的身份了吧？你父叔在九州集团做过保洁，还认识你们董事长呢。是啊，是啊。怪不得看着父叔眼熟。思思，听你妈妈说，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进入了九州集团做设计师，现在工作怎么样？我还没转正呢，现在是助理设计师，不过我会努力的。妈，谢谢您把我养大，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新婚礼物，祝你和父叔白头到老。思思，是妈应该感谢你，这么多年，若不是你啊，妈根本活不下去。孩子，你有心了，这礼物我很喜欢。父叔，以后您都把我当女儿看，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好。思思，这个玉如意跟了我20年，今天就当给你的见面礼了。谢谢父叔。
好了，爷爷多了个女儿，安也又多了一个姑姑，有人陪星星玩啦。好，以后啊，姑姑就经常陪你们玩，好不好？好。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和老吴分手了。你和老吴谈了3年恋爱，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怎么就分手了呢？我想办场婚礼，那老吴说死活不同意。他说老年再婚不像年轻人那样，要我们低调。老吴说的倒也现实，我们这把年纪了，就是搭伙过日子，不像年轻人一样追求爱情和形式。难道红云嫁给我也是为了搭伙过日子？你跟老吴是有感情基础的，遇到事儿啊要好好沟通。老夫说的对，婚姻啊就像穿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其实2个人只要把日子过好啊，不用在意这些形式。无论多大年纪，女人都期待有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红云也期待有一场婚礼吗？老夫啊，你去买点菜，今晚留寓所在家里吃饭。啊，好，我这就去。红云，你和老傅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我们俩没聊过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是搭伙过日子，应该不办了。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子，老傅不提，肯定是怕惹他儿子不高兴，才故意不提办婚礼的事情。老傅不是这种人，是我嫌麻烦。你还替他说话？一个男人连一个婚礼都不愿意给自己妻子，说明他不想承认这段关系。结婚到现在，我还没见过老傅的家人，难道他不想承认我们的关系吗？无论多大年纪，女人都期待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红云穿上这件婚纱，一定会。不就是提前转个正吗？嘚瑟什么呀？我还听人事部的同事说，他还是关系户，而且还是蒋副总亲戚，他转不转？蒋副总单身多年，他不会跟蒋副总有一腿吧？真不要脸！蒋副总的年纪都能当他爸了。你懂什么？会干活，不是会爬床啊！主管好，这些文件下班前整理出来给我。可是主管，这是设计部近3年的设计稿，一天根本就整理不完。我的部门不养闲，整理不完就给我滚蛋！安安心心，我们给奶奶举办一个婚礼好不好？爷爷，奶奶要当新娘子吗？是那种穿婚纱的漂亮新娘子吗？对呀。太好了，奶奶穿上婚纱，一定是天下最漂亮的奶奶。这是我的零花钱，也就几百万，你给奶奶安排上高档婚纱，别给我夫家丢脸。大钻戒也要安排上，别的奶奶有的，我的奶奶也必须有。奶奶呀，真没白疼你们，这些爷爷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来做花童好不好？太好了，我们可以做花童啦！老傅，我已经安排王思思提前转正了啊。好，辛苦了。你最讨厌搞特权，为什么这次要打破原则给王思思提前转正啊？思思能力出众，我是在替公司留住人才。我看你啊，被爱情冲昏头脑，爱屋及乌了。3天后我举办婚礼，有空来喝杯喜酒。啊？你要举行婚礼？什么？我爸要跟那个女人举办婚礼？这才结婚几天，那个女人就登堂入室住进老宅，现在又大张旗鼓的举办婚礼。你爸他都快50了，居然搞这么大阵仗！我妈给他生儿育女，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居然全给忘了。我不可能让那个女人抢走我妈的位置。你想怎么做？父亲结婚，儿子当然要到场，而且还送他一份大礼。
差不多了。哎呀，我当是多高档的地方啊，布置的如此寒酸，这婚礼还不如不办呢。这不是副总的女朋友吗？你俩好了那么久，怎么也不见她给你个婚礼呀？我男朋友说了，这5星级的大酒店呀，要提前半年预定。我可是副总的夫人，这种小的场合，我可不能办婚礼。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尊上佛，请你离开。哼，你凭什么让我离开啊？又不是你让我来的。再说了，我来就来了，还等着世袭呢，真是没品。思思，你把我打扮成这样是要干什么？妈，等会您就知道了。这是……红云，这是咱们的婚礼，我把你模特队的老姐妹和董事长都请来，让他们一起见证咱们的幸福。老父，谢谢你。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等等，小明，爸没想到你能来。这父亲结婚，当儿子的当然得到了。老父，他们是……来，这是我儿子小明，儿媳欣然，这位是你们赵姨。这孩子感觉好熟悉啊！印象里我儿子也叫小明，他手腕上有一个胎记，难道他是？第一次见面，孩子有些不好意思。是啊，小明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碰他。老妇的原配叫朱红梅，她怎么可能会是我儿子？一定是我想多了。不好意思啊，是我唐突了。嗨，一看这老夫的儿子啊，就是来大闹婚礼的，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别胡说八道，那老妇那么好的人，他的儿子肯定通情达理了，怎么会闹婚礼呢？那可不一定，说不定老夫儿子呀，以为红云要跟他抢财产呢。没错，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是子女，子女最怕继父和继母跟自己抢财产。咱们队里的王姐就是让她老伴的儿子老夫就是一个维修工，现在还和红云租房子住，有什么财产可抢的？那倒也是哈。老父，你儿子和儿媳不是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奶奶，爸爸和妈妈刚从国外回来。没错，之前他们都在国外工作，我和哥哥跟着爷爷生活。原来是这样啊，那别客气了，赶快进去坐。在我爸面前装慈母，这女人果然手段高明。小副总、主管，你们是傅叔的儿子和儿媳？思思，你认识他们啊？思思，你认识他们啊？妈，傅叔的儿子是我们集团总经理，儿媳是设计部主管，也是我部门的领导。老父，你儿子和儿媳是九州的高管？老夫为什么要隐瞒他儿子和儿媳是高管的人？难道是对我有所防备？明远和欣然是我刚从国外请回来帮我管理公司的。原来是这样啊！对，之前没告诉你，是觉得我是个修理工，怕给孩子丢脸。是我多想了。主管，这以后啊，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在工作上，还请你多指点。你本事大，我可指点不了你。欣然的意思是说，思思能力强。你是思思的领导，思思能提前转正啊，还得感谢你。这些话过一会儿等婚礼结束了之后再说吧，大家都等着着急了，好吧？对，明远、欣然，快进去坐吧。爸，我和明远特意给您准备了一份新婚礼物，会好好祝福您和赵姨的。谢谢孩子们。好，我宣布，婚礼继续。傅东坡先生，
你愿意娶赵红云女士为妻，无论贫穷或富贵，无论健康或疾病，永远不离不弃，与她共度此生吗？我愿意。赵红云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傅东坡先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你都愿意毫无保留的爱他，对他真诚到永远吗？我愿意。好，下面有请2位新人互相交换戒指。老傅，这么多人呢，快起来！红云，谢谢你做我的妻子，以后我会对你一辈子好。以后我也会做一个好妻子，我们相依相靠，白头到老。红云真是好命，能遇到老傅，这辈子也算值了。这戒指上的钻石啊，这么小，还不嫌丢人的呢。我要是结婚啊，这戒指上的钻石至少要3克拉。你再乱说话，我撕了你的嘴！呀，你来呀！我宣布，傅东坡先生与赵红云女士正式结为夫妻。我不同意。小明，你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结婚，那得问问我妈同不同意。老傅的儿子居然把遗照拿了婚礼现场，真是太过分了！赵红云肯定看到老傅啊有个有钱的儿子，才愿意嫁给他的，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别胡说，红云才不是贪财的人。队长这继子一看就不像是省油的灯。队长这话惨了，是啊，这分明要给队长一个下马威。这个人怎么这么像妈，您没事吧？是不是血压升高了？啊，没事。爸，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打我！这个逆子，为了让我出丑，居然把你妈搬到这儿来！是你不是我，当年我妈的死，都是因为你。现在你找这个女人，你把我妈折回啊！我当年是对不起你们。你妈去世以后，我怕你受委屈，我一直没娶，我一个人把你抚养成人。现在你也有自己的家庭，我想找个伴儿一起白头到老，我有什么错？你可以再婚，你可以找心安的二姨啊！但是你一直执迷不悟，你被这个女人给哄骗了。爸，今天这事儿，都是你逼的。这个女人她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也是你的继母，应该叫她赵姨。宁远，你肯定是误会了，咱们有话坐下来好好说。告诉你，你少在我爸面前装什么贤妻良母，想让我认你这个妈，没门儿！妈，你手流血了，我们去医院。事情没解决之前，你们谁都别想走。陈主管，总经理，你们今天太过分了！就算你们不同意傅叔和我妈的婚事，也不能伤害她。王思思，你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我。全公司谁不知道你为了提前转正勾引上司？不是，我了解我女儿，她不是那样的女孩，不可能做那种事儿。你们母女两个，年轻的勾引高管借机上位，老的勾引我公公，挑唆父子关系，破坏家庭和谐，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你闭嘴！小明就是娶了你，才走了歪路。是赵红也耍卑鄙手段，破坏咱们父子关系。你周欣然发什么火？爸，今天你只要跟这个女人离婚，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咱们还是一家。我要是不离呢？爸，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呢？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复制，我白教育了你这么多年。从今往后，你的路你自己走，与我无关。你为了他要跟我断绝关系？还有，如果你们再来欺负红云跟思思，怪我不顾父子之情。我是你亲儿子，你居然一直向着这两个外人。好，那就怨不得我了。今天你要么选赵，要么选我。你选了赵红云，那你就在这个断亲书上签了字。我含辛茹苦养了你25年，你要跟我断亲？你让一个外人顶替我妈的位置，现在还要因为他跟我决裂关系，那我就不会对不起。好，我去。好，咱们交归交，谁也别打扰谁。你和明已经断亲了，安安和欣欣也不是你的孙子，我要把他们带走。放开我！我们不走！放开我！爷爷，您别让我们走。你和奶奶生病时，安安可以照顾你们。欣欣也不走，欣欣可以跳舞，逗你和爷爷开心。乖，爷爷有你们就知足。我是妈妈，你们竟然向着外人！一定是他们两个从中挑拨关系，这两个孩子才跟咱们不亲。我和哥哥出生后，你们就出国了，是爷爷一直照顾我们，把我们养大，你们才是外人。你们和爷爷断亲，我和妹妹也要和你们断亲。以后我们跟着爷爷生活。好，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把孩子要回来的。叔父，快叫救护车！奶奶，爷爷怎么还没醒啊？爷爷太累了，想多睡会儿，咱们别打扰他。妈，今晚我守着，你带着两个孩子回家休息吧。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不能熬夜。你们先回去吧。您累了一天了，又受了伤，我担心您的身体。今天的事儿啊，对你父叔打击很大，我得陪他。你们回去吧。好，那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奶奶再见。王父，你怎么样了？对不起啊，是我教子无方，让这个逆子做出这种事，让你受委屈了。老年人再婚本来就和年轻人不同，咱们应该多顾及子女的感受。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呀？他们不同意也正常，没有谁愿意让别人代替自己的母亲。咱们没有给足孩子安全感，不能怪他们。红云，你是我见过最贤惠、最大度的女人。就算是看在孙子孙女的份上，我也会原谅他们。可是父子哪有隔夜仇？等你出院了，让他们回家吃饭，咱们把误会解开。好，都听你的。你别喝了，再喝未必又该犯了。我就搞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哪里坏啊！我爸居然为了她，连我这个亲儿子都不要了。是那个女人手段高明，你爸被她蛊惑了。这事儿可能就这么算了。既然动不了她，那我们就从她的女儿下手。大家把手里的工作先停一下，总经理有话要说。昨天咱们九州集团刚刚发布了最新一季的服装设计样品，短短3个小时，咱们对手公司就上了跟咱们一模一样的服装样，服装设计图泄露，内鬼就在你们中间。设计没有内鬼，这到底是谁呀？是谁为了利益出卖公司这么大？现在信息部的同志要检查一下你们的电脑。我明明找到了，设计图就是从这台电脑发出去的。王思思，你就
今天是林远的生日，希望他能见我一面，解除误会。奶奶，爸爸昨天那么欺负你，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送茶送面呀？父母是不会生孩子气的。星星不明白。如果你们做错事，惹爸爸妈妈生气了，爸爸妈妈会不理你们吗？不会。所以啊，爸爸做错事，惹奶奶生气了，奶奶也不会不理他的。你凭什么打人？就凭你勾引上司上位，泄露公司机密，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就是你胡说，没有勾引上司，更没有泄露公司机密。信息部的同事已经确定了，设计图就是从你的电脑发给对手公司的，你还想抵赖？不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栽赃。办公区有监控，查下监控就都知道了。昨天晚上监控坏了，一定是你想掩人耳目，故意弄坏的。王思思，我要让你成为全设计部唾弃的对象。好了，王思思泄露机密，设计部全部取消奖金。总经理，王思思泄露机密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凭什么要扣我们的奖金啊？总经理，我还要靠奖金还房贷呢呀！王思思泄密，给咱们公司造成了4000万的损失，那就是你们设计部监管不力，理应你们来承担这个后果。这件事要怪就怪王思思，要不是他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公司，你们也不会受到牵连。这下连奖金都没有。王思思，你这个害人精，你还我奖金！王思思，你损人利己，真不要脸！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这种人就应该全行业封杀。没错，全行业封杀，封杀！封杀！大家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做的。既然这么做真的行吗？放心吧，肯定能坐实王思思的罪名。可是这样一来，公司也会蒙受损失的。九州集团资产100亿，损失几千万只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听你的，只要能报复赵红云盟主，让王思思赶出公司，这个损失我承担。王思思，公司给你开着高薪，你居然栽赃设计部出卖公司，你当良心让狗吃了吗？我没有出卖公司，嘴还挺硬的。来人，给我打，打到他承认。别打了，我真的不是那个人。王思思，告诉你，这玉佩你哪来的？你小心骗我的。王思思啊，王思思，你跟你妈真是用了好手段呢，把我爸佩戴多年的玉佩送给你了。给我照死来！打得越狠，你们就谁有奖金。奶奶，爸爸的办公室就在这边。走吧。我妈打的，别怕啊！你们为什么打我女儿？你女儿泄露公司机密，让公司损失巨大。我们不但要教训她，还要送她去坐牢。妈，我没有出卖公司。妈信你了。说我女儿出卖公司，你们有证据吗？证据？好，这台电脑就是你女儿把设计图发给对手公司的，现在证据确凿，有什么好说的？啊？没错，他为了掩人耳目，把监控都弄坏了。我们只能证明有人用这台电脑发设计图，但是不能证明这个人就是我女儿。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就让你们死刑。我要告你们！你们母女俩真是能言善辩、颠倒黑白呀！你也不能证明这设计图就不是你女儿发的。既然这样，那就让警察来解决。
陆明远，你还有没有王法？王法，在九州集团，老子就是王法。赵姨，你女儿泄露公司机密是要坐牢的，我劝您还是想清楚得罪我们的后果。你们有事冲我来，不许伤害我女儿！好啊，就给我跪下，磕头认错。不行。好啊，就给我跪下，妈，不行，不能跪。从小就教导我女儿，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没犯的错，坚决不能认。你们母女俩还真是嘴硬啊！陆明远，你个畜生！再敢骂我，就非得骂你！我不准你们欺负奶奶和姑姑，你们是坏人，欣欣讨厌你们。来人，把坏人全部带。我打我！哥哥，我们该怎么办？我要让爷爷来救奶奶和姑姑。安安，爷爷，你快来救奶奶和姑姑！赵姨，你不会以为你自己的媳妇儿是死条吧？女儿，你到底要干什么？简单，把这个李雨欣给我办。是我和你爸的事情，你不全干涉。而且，您风韵犹存，手段高明，可是把我公公迷得团团转。六亲，怪不得王思思的讲述纠缠不清，原来是他妈在教唆。他妈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勾引老婆，可见啊，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不是把我的，像这种不要脸贱，就应该当众扒了衣服，以防除害。扒他们衣服，为民除害！扒他们衣服，为民除害！妈，住手！妈，干什么？老婆，红云，对不起，我来晚了。不说，我真的没有盗取公司机密。我知道，我一定会查清楚，还你清白。爷爷，爸爸妈妈是坏人，他们欺负奶奶和姑姑。爷爷，他们还把我和哥哥锁起来，不让我们告诉爷爷。别跟他们胡说八道，明明是你们自己偷懒跑进去的。爷爷，我没有胡说八道。这是这样给孩子做榜样的吗？嫂子和思思受到了惊吓，我先带他们去医院包扎一下伤口。好，先去。今日欺辱我妻女的所有，一律开除，行业封杀，绝不惊扰。今日欺辱我妻女的所有，一律开除，行业封杀，绝不惊扰。董事长，我是公司老员工，你是年，你不能开除我呀。对啊，董事长，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3岁孩子，我要是没了这份工作，我家里面就没办法生活了。董事长，我老婆该生了，你不能阻拦我呀！舍本无骨却能伤人，今日欺辱他人，践踏别人尊严，是你们应该承担的后果。九州集团不需要德行有知的员工。不是董事长，今天全都是董事长你们说话支持我们工作的，我们也是打工人，真的是没办法。救他俩！救他俩！就是他俩！就是他俩！就是他们！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爸，你别信他
妈妈。你在问我儿子？妈妈，老师说谎不是好孩子，还长长鼻子。董事长，我们说的都是事实，总经理还逼着你妻子签离婚协议呢。爸，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是赵迷的不识抬举，他不肯跟你离婚，肯定是看着人的身份给签了。爸，这么多人面打我，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儿子？做人要正直善良，你怎么变成今天这副模样？这都是你逼我的！要不是你在乎，不是你当赵护云搬进咱们的老宅，是你让他女儿转正，父子之间的情可能就不会变成这样。原来王思思转正是董事长下的命令，我们原来是错怪他了。是啊，怪不得总经理要羞辱王思思，原来啊，这是豪门恩怨。爸，明远才是您的妻儿，为什么要维护外人，当众让明远难堪啊？赵护云是我妻子，思思是我女儿，我维护他们有什么不对？维护她，那我妈放在哪儿？当年我妈洪水围困的时候，你在哪儿？只知道这个样子，他死不瞑目啊！你懂利益的。是王思思出卖公司基业在先，明远也是为了维护公司利益才出手教训了他。想让王思思听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泄密的事情可以交给警察去处理。动用私刑欺辱员工，我就是要欺负王思思，他得罪我父母院，就让他换一种说法。之悔改。爷爷，吃药。爷爷，喝水。人力总监在哪？董事长，传闻，从今日起，傅明远不再担任九州总经理。是。就为了这点小事，你就这么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今日之事，必须要给所有人一个交代。你身为总经理，难辞其咎。我是您唯一的儿子，也是九州集团的总经理。我做错事又怎么样？总经理应该由德才兼备的人担当，不能因为你是我儿子就可以无视公司制度。你就是想维护赵不云名誉，王思思出卖公司机密，你不是不谈，却对亲儿子百般苛刻。就算不当总经理，我也是集团的继承人。你现在你当一时也护不了他们一时，等到有一天我当上董事长，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照顾他们。既然你就别怪我不念父子之情。你我已签断亲属，你以后也不是什么继承人。九州集团的一切已与你无关。我错了，你就算看在我妈的面子，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干涉你和赵薇的感情的事了。这么多年，为了自己的利益，一直拿你妈当挡箭牌，枉为人师，没资格提拔。我当他王思思也当不了董事长。你什么意思？公司董事会不会选一个泄露公司机密的人当董事长的。公司泄密的事，警方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什么？你报警了？这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事儿。你报警干嘛呀？如何泄密让公司损失4000万，已经构成了犯罪。泄密者必将得到法律的严惩。这是傅明远。你们二人与九州集团泄密事件有关，现在依法进行传讯。爸，你跟警察求求情，求求他放了我，我不想坐牢，我不想坐牢。公司也不是法外之地，你是成年人，该自己承担。别走，不记仇，你会后悔。带走。爷爷，爸爸妈妈会坐牢吗？
星星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爸爸妈妈犯了错就应该受到惩罚，等他们改好了，就会回来了。副总，我妻子现在怎么样？夫人身体没有大碍，受了惊吓，住院静养2天就可以恢复了。好。老婆，你要向嫂子坦白你的真实身份吗？你要向嫂子坦白你的真实身份。公司继承人之位空缺，小明难以堪一众，孙子孙女年纪还小，那个诚信人更是别有用心之人。我害怕我100年之后，公司会有重新培养继承人，你现在心中可有人选？我想培养思思。思思是个好孩子，可她毕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担心多年之后会有变数，所以我想隐藏身份，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思思真的德才兼备，那我就提拔她当总经理。这段时间还得麻烦你配合我一起演戏啊！放心，一起。你还敢说吗？没想到明远对我有那么大敌意。让你受委屈了。思思是被我牵连的，她不可能出卖公司。这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思思是被冤枉的。真的吗？公司已经还思思清白了，她明天就可以上班。那太好了。妈，傅叔，公司让我明天回去上班，还要提拔我为设计部主管。太好了。设计部主管不是你傅叔儿媳陈欣然吗？人事说总经理和主管被抓了。老傅，这事你知道吗？董事长已经通知我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儿子儿媳为什么会被抓啊？他们破坏监控，将设计稿传给对手公司。他们为什么要陷害我啊？我儿子不同意我和你妈结婚，所以借机报复你。他们会坐牢吗？医生说你现在不能下床。我要去找董事长，这万一明远和欣然坐牢了，他们这辈子就毁了。是我要求董事长从重处罚的。明远是你亲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小明这些年越走越歪，他为了报复你跟思思，把公司承受了巨大损失。我不能再让他错下去了。想给孩子长个教训，也不至于如此吧？我教了这么多年都没教好，现在该是法律教他的时候了。可是傅叔，总经理和主管一旦坐牢，职业生涯尽毁，以后就没有公司敢聘用他们了。盗取公司机密本来就是行业大忌，只要教训足够惨痛，他们不会再犯。老傅，你这是把孩子往死路上逼啊！这件事我不能坐视不管，我要去找董事长。我已经跟董事长商量好了。明远2岁丧母，这孩子太可怜了。如果他母亲还活着，一定会跟我一样去找董事长，让他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我们能还上钱，减少公司损失，或许还能从轻处罚。这是我所有的积蓄，里面有30万，你拿去给董事长，让他网开一面。我这还有5万，一块拿给董事长。看来红云和思思真的把小明当作家人。小明之前对你们百般羞辱，你们不恨他吗？我早就把明远当成自己的儿子，我虽然生气，但也不希望他走上绝路。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要善良，相信这一次总经理一定会吸取教训，好好做人。红云和思思心地善良，我没看错人。董事长已经答应我了，不追究小明和欣然的法律责任，但是要让他们长教训，要居于无人。真的吗？太好了，董事长真是个好人，改天呀，一定要请他来家里吃饭。我要好好工作，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老傅，你昨天为什么穿着高档西装，
出现在九州集团。因为我升职了。你升职了？对，董事长的司机辞职了，然后董事长就提拔我当他的司机。你是董事长司机，那这高档西装是？我天天跟在董事长旁边，不能穿得太寒酸了。那件高档西装啊，是董事长给我的工服。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隐藏身份，故意骗我呢。那怎么可能？跟你开玩笑呢，咱们一起努力，这日子啊会越过越好的。今天玩的开心吗？开心。奶奶，你真是太厉害了，用50块钱就买了一条刚死了2秒的大鱼，还有4个5折大面包和2斤青菜，还给我和哥哥买了花衣服。这叫勤俭持家，该吃吃，该花花，你们说是不是？老傅在董事长身边当司机，不能穿得太寒酸，再买一套高档西装，让他替换着穿。走，我们去给爷爷买件新衣服吧。好。谁来跑啊？奶奶，爷爷穿上这套西装一定特别帅。哪里来的小穷鬼？这高档西装你也敢摸？摸脏了你赔得起吗？阿姨，欣欣不是穷鬼，欣欣有几百万的零花钱。就你还几百万的零花钱，你想钱想疯了吧？走走走，别耽误我做生意。你怎么了？快起来！奶奶，阿姨推我。是他先摸了我的衣服的。我这可是高档西装店，可不是谁都能进的。开门做生意，来者都是客。你就是如此对待顾客的吗？你们这些穷鬼进来也买不起，还配称作顾客，真是可笑。我要见你们老板。谁在找我呀？老板，这几个人闹事。就是这家店的老板。看你，赵凤云，你不在你店里卖服装，你跑到我店里来干什么呀？我以为多高贵呢，原来是同行呀。我有自己的职业素养，不会区别对待顾客。不配合我做同行。她嫁了个穷修理工，她被妻子嫌弃，婚姻生活不幸福，出来找存在感了。原来是这样。你的员工随意辱骂欺负我孙女，他必须给我孙女道歉。我这可是高档服装店，能是你们这种下等人的鱼头来地儿吗？你再说一遍，这是为什么呢？哎，我这说坏女人，不是你欺负我奶奶，我今天就欺负了你，能怎么伤我？我不想，你太过分了！哥哥，我很害怕。没事。老公，你的那个女儿王思思是个天才，这刚到设计不久就得了奖，而且还被邀请到全国服装设计大赛。思思确实优秀，也不枉费我隐瞒身份培养。哎，你什么时候想到的故事？姐，你快来救奶奶！奶奶，你疼吗？没事，奶奶已经不疼了。今后安安一定要好好吃饭，长得壮壮的，保护奶奶。好你个少妇人啊！你这个杂我你！你欺负我孙子孙女，活该被打。服务员，爷爷，这个坏女人欺负奶奶，还骂我和妹妹。谢谢处理啊。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上班吗？我请假了。这点小事我自己能处理，你赶紧回去上班。我是你丈夫，要是什么事情你都能搞定的话，还要我做什么？邵文元，你别以为你找你老公就怕你了，我就，哼，我老公马上就来，你就等着吧你。谁知道谁先爆的啊？欺负我老婆！老公，董，景阳副总说过，不能在外人面前透露董事长的事。副先生，是您呐。老傅，他毕竟是九州集团的副总，得罪他会不会被开除啊？我隶属于董事长，他没有权利开除。老公，是不是这两个狗拿
是我老公，明明是你在欺负奶奶。对，你是坏女人。老公，还有这两个小野种，你快给我收拾！闭嘴！老公，为啥打我呀，朱大勇？要是死是死，你别跟拉扯我。朱总，毕竟是你女朋友，欺负我们家孩子在先，欺负你们怎样？哼，我老公可是九州集团的副总，弄死你们两个，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还不知道九州集团的副总有这么大。傅先生，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我现在就跟她分手。分手？朱大勇，你敢跟我分手？哼，你凭什么呀？你每天传的话就是惹事啊！以后什么桥归桥，路归路，谁也不认识谁。好你个朱大勇，你敢跟我分手？你要陪我吃春笋是非！哼！你都已经40多了，还当自己是大姑娘呢？你要不是看你啊，又骚又美，我能看上你？好你个朱大勇！看来这朱大勇啊，也不是什么好人。放心，一会儿还有好戏看。朱大勇，我跟你拼了！大勇，放下！你们这对奸夫淫妇！这对奸夫淫妇！你又是谁呀？你凭什么打我呀你？老婆，你怎么来了？啊，你就是那个黄脸婆呀！你放下！你知三当三，勾引我老公，真不要脸你！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儿。你老公喜欢我，他爱我，他不喜欢，赶快跟离婚吧你！既然你死不悔改，我就让你长长记性。你敢打我，我去告你！好呀，这些年朱大勇给你花的钱，还有这个店，都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我要你一分不少给我还回来！哼！你给我滚！都给我滚！这朱大勇真是人渣，居然瞒着他老婆搞婚外情。世上渣男千千万，好男人爷爷算一个。奶奶，你捡到宝了。你说的对，是奶奶运气好，遇到了你们爷爷这么好的人。红云，你说一个男人如果撒的谎是善意的谎，他的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婚姻的本质啊，就是坦诚。如果是我不会原谅。看来我要尽快找结婚，告诉红云我的真实身份。奶奶放心，爷爷肯定不会骗你的。如果爷爷敢骗你，我和妹妹就把他赶出家门。好你个小狼崽子，我可是你亲爷爷。婊的！哎，别闹了，别闹了啊！可是老夫啊，朱大勇老婆是怎么知道他们下落的？当然是爷爷告诉他的。我听到爷爷在门外打电话了，爷爷获悉狂魔，替奶奶报仇。还有老夫啊，你怎么会有朱大勇老婆电话？我之前给董事长开车的时候，在后座上看到朱大勇落下的简历了，我在简历上知道他家电话的。原来是这样。哎，这个朱大勇啊，生活作风不检点，经常骚扰女下属。他已经因为生活作风不检点这个事情被公司开除了，我们也算是被公司除掉了住处。你做的对，董事长为人善良，体恤下属，不能让这种事败坏公司的名声。奶奶，今天我们处置了坏人，要庆祝一下呀！其实想吃油焖大虾，安安想吃可乐鸡翅。好，奶奶给你们做。耶！走吧，回家。走。没想到你爸这么狠，居然报警抓我们，害得我们在里面待了5天。要不是蒋叔老师，我们还要在局里待着。你长这么大，从来没受过这种委屈。我从小最讨厌了，不管我犯什么错，他都会选择原谅我。这一次，肯定是赵湖云和那个王思思这两个贱人从中挑唆，他才会对我赶尽杀绝。王思思已经接替了我的职位，做了设计部主管。你爸他现在心里只有那个新老婆和妓女，跟你在他心里根本就不重要。你放心，我不会让王思思这个贱人。我2姨已经从国外回来了，
现在在 WT 集团做首席设计师和总经理，我们去求二姨，她一定会帮我们。好，只要能回公司，我什么都听。二姨，我和明远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求您一定要帮帮我们呀！你们傅家真是欺人太甚。二姨，是我对不起。明远也是受害者，他爸被那个继母挑拨，根本就不顾我们的死活，还报警抓我们，真是软糊涂！都快50了还闪婚，不理这个人，连亲儿子都不要。那个女人出身农村，最会耍手段了。现在他把明远赶出了公司，还要扶持他自己的女儿成为继承人。我追了你爸这么多年，他都不同意，没想到居然娶了一个村姑当老婆。二姨，现在只能您帮了。您就帮帮明远吧。明远啊，只要你愿意投靠WT，我帮你对付你自己，夺回公司。二姨，这 WT 和九州集团也是多年的竞争对手了。我要是加入 WT，肯定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的。再说了，这九州集团也是我爸多年的心血，怕。既然你还顾念父子之情，那我帮不了。这口气你忍得下，我可忍不下。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和你离婚！你就回去好好做你的大孝子吧。总经理，文件需要您签字。朱副总，你怎么在这儿？小副总，你可要替我做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被撤之后啊，你身为你的下属，现在成了董事长夫人的眼中钉，处处为难我。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他们如此对你这样，我就坐视不管了。现在董事长对他们母女是言听计从了，还要培养王思思，现在是乌烟瘴气。你爸连亲生儿子都能扫地出门，一个公司元老，这算得是什么？爸都已经让王思思取代你了，你再不收，以后这九州集团就是他们赵红云母女的。周副总，董事长已经被他们蛊惑了，再这样下去，九州集团几十年的家业毁于一旦。小副总，你可不能坐视不理。明远，现在只有和二姨合作，才能夺回公司，打击赵红云母女。好，我加入 WT。明远，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合作愉快。二姨，可是我爸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这公司的事儿也不好插手，你不让我能做什么？我要你好好给你爸当儿子。您什么意思？你去向你爸诚心认错，回到九州集团做我的内应。二姨，我爸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父子哪有什么可以吵？只要你足够诚心，他一定会原谅你的。安安和欣欣还在你爸那，看在孩子的面子上，他肯定会原谅你的。好，我听你的。傅西城聪明一世，却生了个糊涂蛋。居然他相信我会帮他，还是二姨深藏不露，这么多年一直隐藏身份，外界都不知道您才是 WT 的幕后老板。当年我撮合你傅明远认识，也是看中他单纯好看，本想等着他继承了九州集团为我们所用，没想到被这个村姑赶出了公司，真是个废物。我公公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的亲儿子会刺向他的利刃。你帮我好好盯着傅明远，让他对你死心塌地，为我们所用。若是让傅西城发现是您搞的鬼，肯定不会放过您的。怕什么？傅明远已经失去了继承人的资格，他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倒是把他踢出去就好。二姨高明。等我们收购了九州集团，我就让你当继承人，把公司一半的股份都给你。谢谢二姨，欣然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已经让卫东把小明保释出去，希望他能引以为戒，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老傅啊，明远和欣然已经出来了，你有空让他们来家里吃饭吧。之前那个意思那么不利，我联系也罢。你呀，就是嘴硬，心里比谁都惦记。胡说，我才没惦记他。你拿着书在这都发呆一上午了。我是在看书啊。书都拿反了都不知道，还说自己没惦记。爷爷奶奶，爸爸回来啦！你爸爸在哪儿？在院子里。你来干什么？爸，赵姨，明远有错，请你们原谅。傅家有祖训，家中若有不孝子孙，须训诫。明远有错，该院受罚。老夫，孩子知错了，你就原谅他吧。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你不要插手。老夫，赵姨，明远有错，你不必问我究竟。这一遍，你身为公司总经理，不忠职责，随意将公司机密卖给他人，给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实为不忠。爸，我错了。啊，明远知错。这一遍，你随意将公司当成你泄私愤的工具，随意侮辱员工，实为不义。明远知错。啊！这一遍，不尊长辈，不敬王母，忤逆侮辱我和你丈夫，实为不孝。老傅，明远知错了，是要打死他吗？赵姨，明远有错，请你原谅。别说了，快进去包扎伤口。奇怪，我看到明远受伤，为何如此心疼？爸爸，你疼吗？谢谢，爸爸没事。爸爸，老师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只要你改正错误，爷爷和奶奶会原谅你的。父喜仇，仇孩子，小明，明远啊，你衣服脏了，这里有新的，你先换上。谢谢赵阿姨。饭菜快好了，等会儿思思也回来，咱们一家人呢，好好吃个饭。谢谢赵阿姨。明远，你多吃点儿。爸爸，奶奶做的红烧肉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我的手艺啊，肯定比不上你妈妈，你凑合吃。怎么样？这个赵阿姨，你怎么会做这红烧肉？怎么了？爸，赵阿姨做的这红烧肉跟我妈简直一模一样。我第一次吃的时候也很震惊，可是那赵姨的老家在海州，只是味道相同罢了。是我想多了。你要是喜欢吃啊，经常来，阿姨给你做。思思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吧。总经理，你怎么在这儿？你傅叔和明远啊，已经和好了。思思，之前的事儿，对不起。既然妈愿意原谅你，我也原谅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明远都等你好半天了。公司今天开会筹备设计大赛的事儿。是1年1度的国际服装设计大赛吗？对，往年这个比赛的冠军都是在九州集团和 WT 集团产生的，可是我没有参赛经验，所以压力很大。我之前啊，就是带着设计部门参赛的，我有经验。你怎么能当我助理呢？
只要能进公司啊，我愿意从底层做起，咱一步一步的干。你当主啊？老傅，要不你去求求董事长，让明远回公司吧，这样思思跟明远也能联络下感情。好。思思，我不会跟你出头抬头，挺胸，收腹，走。呀，这位是 WT 集团肖总，今天来咱们这儿挑选设计大赛的狗秀模特。WT 集团，就是那个和九州集团实力差不多的大公司。要是我能被选上，那就是参加过国际大赛的模特了。我选他。我想邀请你做我设计大赛主秀的模特。您为什么会选我？这次设计大赛，我的参赛作品的主题呢是老年中国风。你是模特队里最优秀的老年模特，你的气质啊和我的作品高度吻合。谢谢您的信任，我一定好好做。酬金是20万，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现在就签约。20万？如果你觉得酬金少，咱们还可以再加。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签。这20万再加上积蓄，可以买个小房子，和老婆安享晚年，再也不用租房了。谢谢肖总信任，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您吃个饭。我好久没有吃家常菜了，不如就去你家。好啊，没问题。好，亲。这赵宏元，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啊？哼，我不服！我要向后面谈判身份。肖总，快请进，这是我家。老傅，来客人了。哎，回来了。这位是肖总，国际知名设计师，邀请我做他模特。肖总，这位是我老公老傅。好久不见。肖总，你认识我老公？我是他未婚妻。什么？作业，你放开我！你捅我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怎么说？我也是你曾经的未婚妻啊，多年不见，你干嘛这么凶啊？当年是我儿子一厢情愿想要做，但我并没有同意要和你订婚，你也不是我的未婚妻。不是就不是了，干嘛要划这么大的火啊？你接近我妻子到底想干什么？我都追了你那么多年，你都不同意，我只是好奇，这个赵红云到底是何方神圣，让你甘愿娶她？我妻子心地善良，是个贤妻良母，她还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希望你能保守秘密。九州集团董事长竟然学年轻人身份隐藏，故意装穷啊，考验阵线。看来你对赵红云也是有所防备吧？啊！赵红云的老公竟然是紫金集团的董事长，这是我们之间不老的界限。你就不怕我把这件事情告诉赵红云？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妻子，我饶不了你。奶奶，你是不是吃错了？没有。奶奶，我们不是3岁小孩，你骗不了我们。还说没吃醋，话都好吐了。星星，肖奶奶人长得漂亮又有钱，难道你们就不心动吗？我和妹妹是奶奶的忠实守护者，谁也代替不了奶奶的位置。如果爷爷敢对不起奶奶，星星就不认爷爷。如果爷爷敢对不起您，我和妹妹就随奶姓，改名赵安安和赵欣欣，然后再给你娶个好老爸。好你个富安安啊！我还没死呢，你就撺掇我老婆改嫁呀？看我不！你和肖总到底什么关系？
肖总啊，是心妍的二姨。几年前，明远和心妍想撮合我们俩，还自作主张订了订婚宴，我当时就断然拒绝了。这件事啊，就不了了之了。肖总人又漂亮，又是国际知名设计师，这么好的条件，你为什么不同意？红云啊，婚姻不是交易，不能光看重利益，合适才是最重要的。在我心里啊，你就是我想找的人，任何人都比不了你。我不是小心眼，我只是不喜欢被爱人欺骗。今天又是准备饭菜，又是准备花的，是什么特殊日子吗？今天萧雅的出现已经让红云接受不了了，坦白身份的事还是改日再说。今天花店打折，玫瑰花便宜，我就买了一束。有这些钱买烧鸡不香吗？下次不许这么浪费钱。知道了。肖总，请留步。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刚才我听到了你和副董事长的谈话，我能帮您夺回副董事长。你为什么可以帮我？因为赵红云也是我的敌人，不想让她过好日子。咱们俩是一条船上的。什么条件？我想代替赵红云做您主秀的模特。我不喜欢别人帮我抢男人，不过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事成之后，我跟你100万，再送你国外去。思思，来，这位呢，就是我给你找的中年模特啊。不错，先带他去试妆吧。赵红云，既然我斗不过你，就只能报复在你女儿身上了。走吧。肖总，我来试妆。我还以为你会顾及我和你老公的关系，不会来了。大家都是成年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既然我能分得清，我相信肖总也能分得清。是我小看你了，没想到你的错居然这么大，丝毫不介意我和你老公之前的过往。您受过高等教育，自然比我更懂得礼仪廉耻。别说你跟老婆没什么，就算是有，现在我才是他的合法妻子。我相信肖总不会一再纠缠别人的丈夫。你们，其实你才是那个被你老公欺骗杀的人。什么意思？你的丈夫叫傅西城，他是九州集团的董事长，是身价100亿的顶级富豪。不可能，我不会骗我的，这些一定是你故意捏造的。你住的房子根本不是租的，是他们傅家老宅。你说谎！这房子明明是老公朋友的。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打电话到物业台，看看是不是我在骗。好，我这就给物业打电话。喂，你好，这里是物业办公室。你好，我想在网上交物业费，但是不知道房主信息，您能帮我查一下吗？请您说一下房间号。霄云小区一幢3单元402。房主的名字叫傅西城。傅西城，他向你隐瞒身份，是怕你贪图他的地位和财产，就连你平时最可爱的孙子，也和他的爷爷一起欺骗。一个连名字都是假的人，能会有什么真心？我家就是你家。后来雇主出国了，就把别墅卖了，我们也就搬出来了。老傅，你昨天为什么穿高档西装在九州集团？给我的工服务。我才是那个傻子。这里有100万，只要你答应和傅西城离婚。肖总，我虽然是个普通人，但为人真诚，不像你们有钱人基于算计，把婚姻当作获取利益的手段。至于工作的事，你另请高明。红云，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我是傅西城。老傅，你太生硬了，要温柔一点。哦，爷爷，
女孩子都喜欢花，你要把花送给奶奶。好。红云，我今天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其实我不是傅东坡。今天是奶奶的生日，只要你足够诚恳，她一定会原谅你的。奶奶，生日快乐！红云，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其实老傅，我们离婚吧。离婚？为什么呀？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你没错，但我们不是一路人。副董事长，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老傅，我们这把年纪结婚，本来就困难重重，如果不能坦诚相待，还不如分开的好。红云，我是有苦衷的。我能理解你作为有钱人该有戒备心，但我不能原谅你作为丈夫对我的隐瞒和欺骗。这么快就把我的行李准备好了，也对，你们才是一家人，不然也不会一起骗我。奶奶，你误会了，这是爷爷的行李。没错，你和爷爷离婚后，我和妹妹就随奶姓，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奶奶。你不要推我西西，西西，奶奶，我们有几百万零花钱，以后我和妹妹给你养老。奶奶，新鲜的棒棒糖都给你吃。西茶，没想到你也会来。你原来可是不喜欢这种茶。我警告过你，如果向我妻子透露的事，我会让你付出代价。原来是后院起火，来我这撒气来了。我倒要看看，今天咱俩谁是最后的一击。拭目以待。姑姑，妈，你们怎么来了？今天姑姑比赛，欣欣给姑姑加油。等姑姑获了奖，安安就上台给姑姑献花。谢谢安安、欣欣，姑姑啊，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在妈心里啊，我闺女是最棒的。谢谢妈，那我先去准备了。去吧。还生气呢？原谅我好不好？副总，你的座位在外面的嘉宾席，你走错地方了。我老婆在哪，我就在哪。外面那么多记者，你就不怕被看见？我们是法律承认的夫妻，我怕什么？那我现在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你的身份。回来！今天是闺女的主场，你可不要喧宾夺主啊！老婆，对不起，我不应该隐瞒你，原谅我吧。看你表现。妈，怎么了，思思？妈，我的参赛作品被毁了，模特也不会出现。我混淆那边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二姨放心，他已经离开了。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1年1度的国际服装设计大赛。经过多轮的选拔，九州集团代表王思思女士与 WT 集团代表萧雅女士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到今天的冠军赛。
下面掌声有请王思思女士和萧雅女士携作品上台。这萧雅，这不愧是从法国回来的设计师啊！这设计，这剪彩，堪称一流啊！听说九州集团的代表是个新人设计师，这次估计要输给萧雅了。下面有请九州集团代表上台。九州集团代表没有到场吗？九州集团这位新人设计师迟迟不上来，恐怕是害怕当众输给我，故意弃权了吧？按照比赛规则，如果九州集团弃权，可以不用比赛，直接宣布萧雅女士是获胜者。那就当场宣布吧。还有最后5秒钟，5、4、3，等等。不可能！你的作品明明已经被毁了。妈，我的参赛作品被毁了，莫非也不知去向？有没有其他备选作品？其他备选作品也不知去向。这一定是有人故意为之，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离比赛不到半小时，来不及再做一遍了。我有办法。我的作品取名为《岁月静好》，灵动的小猫安静地晒太阳，多一分恬静与美好。王思思虽然年轻，有创新，有想法，是个不可多的人才啊！这裙子上的苏绣啊，栩栩如生，给作品增色不少。下面有请评委选出今天的获胜者。经过评委评选，国际设计大赛的冠军是王思思女士。王思思女士，请问你是如何想到将苏绣运用到作品当中的呢？上台前，我的作品被故意撕毁，是我的母亲赵红宇女士想到用苏绣掩盖裂痕。赵女士，请问你是如何想到用苏绣来遮盖裂痕的呢？因为一些原因，我和我的儿子从小就分开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儿子最喜欢猫。以前家里穷，买不起新衣服，我就用刺绣遮盖破损的地方，帮他缝补衣服。妈妈，好，妈妈给你缝。下面有请九州集团董事长傅锡成先生为获奖者颁奖。思思，恭喜你！谢谢傅叔。没错，和当年的小猫一模一样。难道这依旧是妈妈？明远，你怎么了？傅锡成，就算你们赢得了比赛，但我还是最后的赢家。你什么意思？老傅，不好了，公司多个项目底价泄露，现在已经损失10几个亿。怎么会这样？公司里出了内鬼。查到谁是内鬼了吗？
内鬼就是你的儿子傅明远。傅明远早已经投靠 WT 集团，就算他下跪认错，也是为了重新获取你的信任，演了一场戏吧。傅西城，没想到你的儿子会背叛你。这是第一次。爸，医生，我爱人情况怎么样了？病人情绪激动，头发脑溢血，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妈，怎么可能？爸是你的病怎么可能会成为植物人？都是因为你出事才变成这样，你装什么孝子啊？我爸要不是让你当医生，我怎么可能会加入 WT？ 傅明远，把咱们留下的损失，现在为止，还是你的名字。这个上次不是你，也是你爸让我去。爸。明远，今天是你就任董事长的大日子，你应该高兴一点。你就那么想当董事长？我这是替你高兴，你被你爸压了这么多年，终于熬出头了。明远，你爸现在已经成了植物人，在九州集团。二姨，这次你在九州集团闹了不少好处吧？咱们都是一家，我的就是你的信任。对，这次你能当董事长，二姨功不可没。明远，时间到了，咱们开始吧。好。各位，今天召开董事会是为了重新选举董事长。原董事长傅西城先生因病无法继续行使董事长职权，我提议由其儿子傅明远先生担任新任董事长。大家现在可以开始举手表决，同意由傅明远先生担任董事长的，请举手。好，既然全票通过，那么我宣布由傅明远先生担任现任董事长。这是傅明远曾经签署的赠与协议，上面写着傅明远就任董事长职位之日，将他名下公司30%的股份赠与我。既然傅明远已经是董事长了，那就履行协议吧。你想趁机加入，然后统治九州集团？这个协议是你自己签的，我可没有逼迫你。难道你想不认账？明远，你把公司交给二姨，咱们去环游世界。程熙然，所有的事情你都知情。我是你老公，你竟然敢联合别人坑我！是你自己傻，是怨不得。我现在实话告诉你 ，WT 集团的幕后老板就是我二姨，包括咱俩结婚也是我二姨夫的决定。你如果不听话，我就让你净身出户。你现在我才是九州集团最大的股东，九州集团任何决策都必须通过我。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不是已经成了植物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早就发现明远认错有蹊跷，所以就暗中调查，和卫东演了一场戏，通过明远将错误的底价暴露。竟然敢骗我！现在你的公司因投资失败和税务问题已经破产。不可能！肖总，咱们公司账面不要分工，这一大天公司已经破产了。傅西城，你够狠呢！是你利欲熏心，急于求进，才掉入我的圈子。就算我没了WT，傅明远名下的股份赠与我，也是九州集团最大的股东。
要让你失望，名远名下没有。怎么可能？我名下明明有30%的股份。最先这个30的股份转让给我爸了。爸，对不起，只要你能想来，我什么都愿意做。你没事，爸？女人成才，爸怎么有这些东西？爸，明远，居然敢骗我！是你借钱和外人骗我的。小雅，吴凤霞已经被抓了，他已经指认是你指使他破坏思思的作品，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你去死吧！红云，思思接救护车！来人，把谢然和萧雅送到警局。傅明远，我是你老婆，居然不你杀我！离婚！开走！妈！你好点了吧？妈，你疼不疼？我没事了。妈，明远，你怎么了？对不起，之前是我不对。走，妈，看这个。想起来了，我叫朱红梅。你是小明。妈，时隔25年，咱们全家又聚在一起了。妈妈终于找到她的家人了。思思，思思啊，今天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个大喜事，我们必须要照常全家福。姐，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再也不分开。